想必大家都对这个画面有印象。嘣一下，安尼真大声啦！我是听安尼啦。这是火箭的载荷，它大约的确去世了。除了这些不可控的意外，航天器还有什么死法呢？我国的天宫1号在2018年4月2日8时载入大气层，落在南太平洋中部，绝大部分器件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逝销毁。对大多数近地轨道航天器来说，像这样落叶归根是必然结局。可能与大家的认知不符，大部分卫星还处在大气层，会受到极其稀薄的大气阻力，这些阻力会渐渐地拉住卫星，并降低轨道高度，最终掉进大气层烧毁。聪明的你可能会问，主播，我的航天器有点大，大气层忍耐不了，烧不完的旧航天器怎么解决？很好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让残骸落在对人类没什么影响的地方，比如南太平洋的尼莫点。这里是地球表面上距离各大陆最远的地点，人类活动及其他生物踪迹稀少，非常适合作为航天器的安息之地。聪明的你可能还会问，主播，如果有人随地大小扔怎么办？人类航天史上怎么会没有这种事情？上个世纪 NASA 的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要退役了，本来瞄准着南太平洋，巨大的空间站划过天空，进入稠密的大气层，逐渐解体成碎片，落在平静的大海。可惜出错了，空间站没有在南太平洋载入，天空实验室成了天空大垃圾，最终它坠毁于澳大利亚西部地区和南印度洋。这就结束了吗？当地一座小镇因此向 NASA 开出高达$400的罚单，理由是乱丢垃圾。相比起高度只有几百公里的低轨卫星，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们高度达到了35786千米，它们想要返回大气层落叶归根是不可能的。难道要像其他低轨卫星那样放在那里不管不顾吗？不行，许多为我们提供通信、导航、气象服务的卫星都飘在这个轨道上，位置稀缺，寸土寸金。由于引力射动等现象，卫星会不受控的漂移，需要定期打开发动机修正轨道。如果快死的老东西待在原地，就会变成失控的幽灵，严重威胁其他卫星。于是，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为这些卫星设计了墓地轨道，往上爬300公里，新轨道就能满足100年内不与运行卫星碰撞的安全标准。至今，这片轨道已经安息了数百个航天器，主动让出位置，为人类航天做出最后的贡献。你认为航天器只要进入了太空，就一定能顺利抵达终点了吗？不是的 ，Space is hard， 路上犯错的机会可太多了。NASA 在上世纪发射了火星气候轨道器，在1999年9月23日抵达火星。为了停在火星附近，而不是继续飞到更远的深空，发动机点火16分23秒进入火星轨道，并且在靠近火星时，让太阳能板和火星大气互相搏斗，继续减速。然而，在探测器进入火星背面之后，就再也没飞出来过。原来一个团队使用了英制单位进行计算，而另一个团队使用了公制单位，导致探测器高度比预计低了约100千米，一头冲进大气层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直接被火星大气烧毁。那如果探测一个没有大气层的星球能顺利吗？可惜这也很难。俄罗斯在2023年8月发射了月球25号，这是苏联、俄罗斯在月球24号之后，时隔47年的首次月球着陆任务。在预定着陆的前几天，除了有一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发出的警告之外，情况都一切正常。地面控制中心发出指令，让探测器进行了一次轨道调整，进入着陆准备轨道。但就是这次看似常规的机动酿成了大祸，由于加速度计失效，探测器发动机出现故障，原定84秒的点火实际进行了127秒。虽然一直保持着通信，但地面工作人员还是慢了一步，未能及时发出指令关机。14时57分，探测器失联，径直撞向了月面。47年前，月球24号成功从月球带回样本，为苏联的探月史诗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。47年后，月球25号只在月球上留下了一个撞击坑。死亡一定是终点吗？有时探测器的毁灭，恰恰是任务生涯中最悲壮的时刻。中国首个月球探测器嫦娥1号在2007年发射，超期服役至2009年。当它第5514次飞过月球南极后，地面发出点火减速指令，嫦娥1号随即开始朝预定撞击区域丰富海下落。在撞击前，
嫦娥1号仍在忠实地下行数据，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。与之类似，土星探测器卡西尼号工作了20年后，推进剂即将耗尽。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，它有极小但是不可忽视的风险，会污染可能孕育生命的土卫2。为了防止污染，卡西尼必须自刎归天。他最后调整姿态，精神抖擞地冲向土星，像一只扑火的飞蝇，向死而生。在坠落的最后时刻，他的天线仍然对准地球，持续发送着土星大气数据，信号持续了整整83秒，直到卡西尼号与土星融为一体。死亡可以是绚烂的，人类依靠这最后的数据攀登科学的高峰。终点一定是死亡吗？有时还真的可以不死。在人类航天史上，有些任务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抵达一个明确的终点，而是无尽的旅途。先驱者10号是 NASA 所执行的第一个尝试探索地月系以外空间的探测器。NASA 并没有将火星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，而是直接选择了太阳系的老大哥木星。在完成了对木星的震撼性观测后，他便带着一项更永恒的使命，一头扎向了太阳系的边缘。他身上携带了那块著名的镀金铝板，上面刻绘着一对男女的画像、太阳系的位置以及人类的善意信息。工作30年后，在2003年1月23日彻底失联。此时，他位于距离地球122.3亿公里外的深空，依靠惯性朝着金牛座的毕宿五方向前进。而他的后辈旅行者1号则在流浪的路上走得更远。2012年8月，旅行者1号飞出了日球层顶，正式进入了星际空间。它携带的金唱片是人类向宇宙的高歌。这些探测器的存在就意味着一切，它们是弱小的人类抛出的漂流瓶，在茫茫星空中实现了永生。最后，请允许我以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结束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：Pea espera et astla， 寻此苦旅，终抵群星。